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 SolidWorks 模型组态篇。那这边询问一下各位，你知道什么是模型组态篇吗？以及说它该怎么去运用它？好，那这边呢就来告诉一下各位。好，今天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入门，带大家进入一个模型组态篇。那模型组态篇呢，它有一个最主要的功用就是我们是运用一零件的档案呢可以产生很多组态出来就是像它的字面上一样是一个组态的形式。好，那这里呢，我们可以从上方列这边的第三个图示你把它点进去之后呢，这里就会看到模型组态。那这里要怎么做？等一下后续会来做详细的说明。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相似的零件，那它们可能差别在于说，有些地方可能是不一样的，或是尺寸不一样。好，那这边我们就可以运用模型组态呢，来完成这个功能就是运用了一个组件，它可以产生多种不一样的形式。那这边有一些尺寸方面呢，可能需要透过数学关系式。那这一次呢，是因为是入门篇。所以我数学关系式就不会来做详细的解说，主要就是以其他的方式呢，来告诉各位。那要怎么做，我们继续看下去咯。好，在进入教学之前呢，先带大家了解一下模型组态它的功用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对于模型组态它的功能呢，会比较理解一点。你会清楚一下说，原来它是这样的用法。好，那这边呢，我就直接进入模型组态的方式。那等一下细节要怎么做呢？我等一下后面有范例会来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那这里呢，我就直接进入模型组态。那这里的组态呢，我是做的4个形式。好，那这个呢，就是先前在做轴承的种类的时候，有运用到这样的功能。好，那它在展示的时候，在介绍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的。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一个呢是一个完整的轴承，再来呢。它可以是一个产生保持器以及滚珠只有产生这样的形式，以及说我只是单纯要看内环或是外环这样子都能做出来，以及说我要让它整个都展示出来。好，这样子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个零件运用模型组态呢就可以完成了。所以我们在这种方式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画4个零件出来。那这样子呢，我们可以节省我们档案的管理以及说我们在建立3D 的时候也会比较轻松一点。运用模型组态的方式呢，其实套路起来是相当方便的。以及说有一些呢是尺寸上的不同，或是在套路工程图报价图也可以用这种形式的。那关于尺寸的改变呢它可能需要透过一些数学关系式那这边呢就不会探讨的太深，所以今天会以像这样的形式的特征以及多盆底呢来介绍给各位。等一下后面有范例的时候会来详细的介绍给各位认识一下。好，那这边呢先让大家去理解一下咯。首先呢，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个比较入门一点的。那这边呢是特征的运用。那首先呢，我们应该会做出一个零件。那零件的话，旁边我们会有一些特征，可能是伸长、填料、除料或是旋转等等的这些指令。好，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做出模型组态呢？那这边呢，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在模型组态在进入的时候呢，我们从上方列这里。这里的第3个图示这个，你把它点进去，你会看到模型组态。那这里呢，我们预设它就已经有一个模型组态了。这个呢，是一个预设的。那这边我就先留住这个预设的。那我在这里呢，按下右键，那在这边加入模型组态。那里面呢，你就可以去设定它的组态的名称。假设我把它输入一个1，然后按下打勾。这样子呢，它就会显示了这个模型组态，而且会自动的进来。那我如果说我要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预设的模型组态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点2下，它就会回来了。那这边我们要怎么做呢？假设说我这里有3个特征，我想要第一个呢是这样的形式，第二个呢我把这个洞隐藏起来，第3个呢我把这个柱子隐藏起来。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把它做出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那这里呢，我先示范第一个，我们再回到模型组态1。那模型组态1的时候呢，我希望它洞是不见的。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模型的特征，我们找到这个洞的指令呢，在这里。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把它抑制掉。这里有一个抑制，你把它按下去，让它消失。那我们再回到
模型组态的切换的画面，我们再切换刚刚的预设，我们来确认一下。那预设的时候呢，我们再回到特征管理，预设的时候它都是有显示的。那我们在模型组态1的时候呢，我们刚刚把这个生长除料给隐藏起来的，所以它的组态就会变成这样子，这是被隐藏的。那我再回到模型组态的预设，我在这个地方呢，一样再按下右键的，再加入一个组态，假设是2，我把它输入2，按打勾。那这一次呢，我希望是这个柱子不见。好，我们刚刚看一下。刚1是洞不见嘛，那这次我希望2呢是柱子不见。那其实是蛮简单的。我们再回到特征管理员这边呢，我们把这一个生长除料抑制掉。好，那它就不见了。那我们再回到模型组态的预设，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这样切换，第一个是这样子，第二个是这样子。第三个呢，是这样子。那如果呢，你有这样的需求需要去表现的话，你就可以透过模型组态的方式呢，把它做出来。那这样子你就不用再做3个零件了。那是相当方便的。当然你做完之后要记得要去存档。那这边先让大家去认识跟练习一下咯。接下来呢，我来示范多本体的运用。那刚刚我们在特征运用的时候呢，是使用抑制的。那这边呢，我会示范的是用删除本体的方式，我让各位看一下。那这边呢，我预设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多本体。那多本体的运用呢，我们就必须要在零件里面是有多本体的。好像这里它是有多本体的。那你这边呢，是实体或是曲面的本体都可以使用的。那我这边呢，就运用实体的本体呢来介绍给各位。那这边一样呢，我们到模型组态的这个画面呢，按下右键，我让它新增一个组态。那假设组态呢，我也是让它是一个1。那这里呢，这个1的话，我希望是保留这个正方形。那要怎么用呢？我们再回到特征管理员这边，我们把这个打开，这边的打开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方形是这里，所以我们这2个是不要的。我们就把这2个按下 Ctrl 把它选取起来之后呢，按下右键，这里有一个删除保留本体，直接把本体给删除掉，然后按打勾。好，这样子它就被删除掉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回到了组态1。组态1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回到这个预设，我们来看一下预设这里呢，它这边是被抑制掉的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呈现说，在预设的时候呢，它是3个都存在的。那我们刚刚有设定的模型组态1呢，它只会显示这个正方形。那这里呢，我再回到预设的这里，我再来新增2跟3。那可能会做快一点。那这边呢，让大家去认识一下。那我就直接把2跟3呢都新增出来。那这边呢，模型组态的名称呢，你也不一定是数字，因为我这边是示范而已，你也可以去打中文数字，这样你可能比较好理解一点。这样子你可能会知道说，这个组态它是什么样的形式。好，那这边就留给大家去尝试咯。那再来呢，我来测试一下2的话，我希望保留这个圆球。那所以我就回到了特征管理员呢，然后把这2个删除。一样用 Ctrl 把它选取起来之后，按下右键，删除保留本体，按下打勾。好，那这里就被我们删除掉了。那我们来看一下1，它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看1的话，我们回到特征管理员，看到那这里也是被抑制掉了，所以它是不影响的。那我们再回到3的话，我们就希望是保留这个三角形，所以我们一样回到特征管理员，在这里把这2个 Ctrl 选取起来之后，按下右键的删除本体。那直接按打勾。好像基本上呢，这模型组态呢，这4个已经被我们完成了。我们再一一的回来做个确认。第一个是预设，3个都是存在的。第二个呢，是正方形存在的。第3个呢，是圆球形存在的。
而第4个最后一个呢是三角形存在的。那我们确认过都没有问题了，那等于说这个模型组态我们就已经完成了。那有时候你可能在做模型组态的时候会发现说有些地方可能会有错误，那你可能要回到这个特征管理员呢来看一下是不是这边呢有什么被抑制掉或是有错误，那再来看一下到底哪里出问题，那再来去做修正。那这边先让大家去了解一下，然后顺便去练习一下咯。接下来呢来介绍一下尺寸的运用。那这里一开始呢我有介绍到说模型组态运用数学关系式呢我们会比较常见的。那这边我们如果不要用数学关系式能不能做呢？其实也是可以的。那这边呢我来粗略的介绍一下关于数学关系式。那这边呢数学关系式我们会先输入一些数值一些参数以及数学式。那这边我们如果已经做了模型组态呢，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模型组态里面呢，可以给它不同的数学关系式。所以这样的变化性呢会蛮大的。那这边比较常运用的呢是SolidWorks 的国际认证，像是 CSWA 以及 CSWP。这2个呢会运用到数学关系式来做变化的。那如果你是没有接触国际认证这一部分的话，你对于数学关系式以及套用模型组态呢会是比较少使用到的。那我们如果不想要数学关系式，但是也希望用更改尺寸呢来套用模型组态，能不能这样做呢？其实也是可以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方便，不用画那么多次的草图，也不用设定那么多次的零件。那在零件管理上或是在展示上，或是在修改上，会比较方便一点。那这边怎么做？我直接示范给各位看。假设这里的模型组态我们已经做好的，那你如果对于模型组态的设定还不是那么了解的，你可以到前面的特征的运用，那边呢会有详细的说明。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假设呢，我在这个预设的地方呢，我希望它的柱子可以长一点。那另外2个模型组态呢，柱子都不改变，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以的。怎么做？我们直接进来。我们找到这个特征，直接做编辑特征。那编辑特征之后呢，我们就会在底下看到模型组态，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模型，或是说所有的模型，以及说你有指定哪一个模型，看我们要在哪一个组态做改变，都是可以去设定它的。那这里呢，就让大家去尝试。我这边就是以这个模型组态来做改变。那我就输入长一点，大家看起来会比较明显一点。然后这边我就直接按打勾，给大家看一下。那在这个组态呢已经变长了。那另外2个组态，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它是没有改变的。我们看到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第2个呢，是因为刚刚的组态是把它抑制掉了，所以我们看不出来，所以理论上它也是没有做改变的。好，那再来呢，我再来介绍一下。假设这个组态2呢，我希望说它的宽度跟另外2个组态是不一样的，它要比较宽一点，可不可以这样做？其实是可以的。那这里呢，可能会跟刚刚是不一样的，因为这边呢会变成说，我们不是用编辑特征，我们是直接进入草图。草图之后，我们能不能这样做？我们看一下这里已经有给它尺寸了。那我们在尺寸这边点2下之后，会发现旁边呢会有一个组态。那这个组态呢，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这里我就选择这个模型的组态。那这里呢，我把它更改成150，让它宽一点。那直接按确定，然后结束草图，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2它的宽度变宽了。那我们来确定一下，另外2个组态是不是没有改变呢？我们看一下组态1，组态1是没有改变的。那一开始的预设的组态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也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更改说我们在同样的零件里面，同样的特征，但是它有不同的尺寸，我们运用模型组态呢，可以把它做出来。那这边是蛮方便的一个方式。这边让大家去参考跟练习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关于模型组态的应用。那这个模型组态的功能呢，其实是相当方便的。那变化性也蛮大的，就看各位怎么去运用它的特性呢，来套用在其他的事物上面。像这个呢，是刚刚所介绍的轴承。那这个轴承呢，并不是画了4个零件，而是只有1个零件透过模型组态呢把它做出来的。那这个环境呢是属于组合件。那我们在组合件以及工程图的时候，也可以套用到模型组态这个方式的因为这边呢是入门篇，就没有讲得太详细那这里
点一下这个零件给大家看一下。点下去之后呢，它这边就会显示模型组态，我就可以去选择它。选择哪一个模型组态，它就会显示出哪一个出来。所以这4个呢，其实都是同样的零件。差别在于说它是不同的模型组态。用这样的形式呢，把它呈现出来，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出一个结构方式，或者是说我们在爆炸图的时候也可以运用这样的方式，以及说除了特征以及多本体以外呢，刚刚也有介绍到尺寸的范例的运用。那尺寸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好比说运用在螺丝上面。螺丝的话，我们可能规格都一样，但是它的长度不同，或是说它的头型不一样，头的宽度不一样，就可以运用模型组态的方式呢，把它导入。那这样子呢，我们在零件的管理上呢，会比较轻松一点，不用做那么多繁琐的零件。我们可能是需要1个至2个零件，然后运用模型组态的方式呢，让它变化性相当大。那今天呢，分享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